淝水之战后，前秦迅速瓦解，北燕和西燕以及后秦和后梁等国相继建立，北方再次陷入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。苻坚被姚苌杀害后，拓跋鲜卑的拓跋圭趁机恢复代国，北魏政权建立。那么，北魏是如何统一北方的？在此期间，又有哪些政权建立与覆灭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北魏迅速壮大及后燕政权灭亡。拓跋圭是代国末代君主拓跋10翼坚的孙子。376年，代国被前秦攻灭，苻坚采纳代国旧臣的意见，准备等拓跋圭成年后重新册封他为代王，于是便将他留在家乡，跟随母亲贺氏寄居在独孤部首领刘库人的部落，其他的宗室大臣则全部迁往了长安。代国的领地则被苻坚一分为二，匈奴独孤部的刘库人掌管黄河以东，铁服部的刘卫辰则掌管黄河以西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刘库人在支援前秦攻打北燕的时候兵败被杀，刘库人的儿子刘显接管部众。他对拓跋圭极为忌惮，准备将其除掉。拓跋圭在母亲的运作之下逃往了贺兰部，投奔了舅舅即贺兰部的首领贺讷。386年，代国的旧臣们看到了拓跋圭的潜力，极力劝说贺讷推举拓跋圭为代王。于是，在牛川召开的部落大会上，年仅15岁的拓跋圭即代王位，开启了他的建国之路。牛川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西南。之后，他改成魏王，将都城设在圣乐。387年6月，拓跋圭亲征刘显，刘显战败后投奔了西燕的慕容永，独孤部投降北魏。之后，他接连击败库莫西和高车以及柔然等部，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7月，贺兰部遭到了铁服部的攻击，贺讷连忙向北魏求援，拓跋圭亲自领兵前去救援，击退了铁服部。之后，他将贺兰部的部众迁徙到了北魏的东部边界。在此期间，贺讷的弟弟贺冉干企图篡位，引发了内部纷争。拓跋圭得知后，迅速派遣大军平定叛乱，将贺兰部的部众纳入了北魏的版图。391年10月，铁服部的首领刘卫辰派遣9万大军攻打北魏的南部，拓跋圭亲自率领5000精兵前去迎战，结果铁服部战败而逃，拓跋圭率军追击，从五原郡渡过了黄河，铁服部的部众们异常惊慌，顿时大乱。11月，拓跋圭率军抵达了刘卫辰居住的月拔城，即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的柴登镇。刘卫辰父子仓皇逃走，拓跋圭立即派兵追击，最后刘卫辰被自己的部下杀害，儿子刘直立低被俘，幼子赫连勃勃逃走，而刘卫辰的宗族5000余人全被诛杀，并将尸体丢入了黄河之中。至此，阴山以南诸部全部投降北魏，北魏成为了北方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权之一。394年6月，慕容垂派兵攻打西燕的都城长子。西燕占领长安后，鲜卑族的部众思念故土，导致内乱不断。慕容永便率领40余万鲜卑人离开长安，到达了长子。得知后燕出兵后，慕容永连忙向拓跋圭求援，然而还没等到北魏的援军赶到，长子就沦陷了。慕容永及其公卿大臣30多人被杀，西燕灭亡。396年，慕容垂亲自率领大军征伐北魏，然而走到半路的时候却突发疾病，在班师途中病逝，享年70岁。他的儿子慕容宝继位。同年8月，拓跋圭亲率10万大军南攻滨州，驻守济阳的慕容农率众逃走，滨州之地尽归北魏。随后，拓跋圭命人秘密开通当年韩信走过的道路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太行山，攻下了常山郡。北燕各郡县的官员们惊恐万分，纷纷投降或弃城而走，只有中山和邺城以及信都还在顽强抵抗。拓跋圭兵分3路攻击，他亲自率军攻打信都，慕容凤弃城而走。3月，慕容宝以割让常山以西的土地为条件，向拓跋圭求和，可是拓跋圭答应之后，他却又反悔了。于是拓跋圭便率军包围了中山。慕容宝抵抗不住，只能率领部众逃走。驻守邺城的慕容德自知孤木难支，连忙率领4万余户向南逃走，到达了华台，即今天河南省华县。他自立为燕王，史称南燕。后燕的中郎将冯拔则起兵反叛，杀死慕容熙后，拥立慕容宝的养子
高句丽人慕容云为帝，定都于龙城，仍然沿用燕国的年号，史称北燕。至此，后燕政权彻底覆灭。398年6月，拓跋圭正式将国号定为大魏，即皇帝位。7月，他迁都平城，即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。与此同时，河西鲜卑的拓跋乌孤建立了南梁政权，吕光属下的将领段业建立了北梁政权，李广的后裔李浩则建立了西凉政权，后梁名存实亡，于403年彻底灭亡。407，刘卫辰的幼子赫连勃勃也在朔方郡建立了政权，他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，因此他将国号定为大夏，胡夏政权建立。再来看拓跋圭，在他的领导下，北魏政权迅速强盛。然而到了晚期的时候，他变得刚愎自用，猜忌多疑。每当想起昔日的不满，他就胡乱诛杀大臣，导致大臣们惶恐不安。409年，他对皇次子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不满，于是便将他幽禁在宫中，准备处死。贺夫人连忙向儿子求救，拓跋绍便与守兵和宦官串通，翻墙进入宫殿后刺杀了自己的父亲。至此，一代雄主拓跋圭落幕，时年39岁。他死之后，长子拓跋嗣继位，拓跋绍被杀。再来看慕容德建立的南燕。409年3月，东晋的重臣刘裕力排众议，准备出兵征伐南燕，收复山东失地。4月，刘裕率军从建康出发，向山东进发。6月，他们经过琅琊郡，到达了临朐以南，与燕军展开了激战。燕军战败后，刘裕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广固，即今天山东省青州市的遥王山西南。410年2月，南燕的尚书岳寿开门投降，南燕就此灭亡。那么，刘裕是如何带尽自立建立刘宋政权的？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呢？我们下期继续讲述。王昭君是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一，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昭君出塞的故事。那么，她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远嫁匈奴？出塞后，她的命运又是什么样的？为什么她的故事能在民间广为流传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昭君出塞。上期视频我们讲到，陈汤矫诏出兵，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势，斩杀了北匈奴的郅支单于。此战胜利之后，最开心的还不是陈汤和汉元帝，而是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。因为郅支单于死后，他就不再是南匈奴的单于，而是整个匈奴的单于了。当然，他也有些担心，汉朝既然能斩杀郅支单于，那么有一天也就有可能斩杀他这个单于。于是，公元前33年正月，在汉朝的诸侯们都要朝见天子的日子里，他也以藩属国的身份来到长安，拜见了汉元帝刘氏。见到天子后，他提出了一个请求，他想和汉朝和亲，做汉朝的女婿。汉元帝听后，马上就答应了他，但是让他娶的并不是公主，也不是诸侯王的女儿，而是让从宫中选举5名宫女赐给他。呼韩邪刚开始还有些失落，可当他见到了这5名宫女后，却忍不住他内心的开心和激动。原来，在这5名宫女中，就有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。王昭君是南郡秭归县人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省宜昌市的兴山县人。公元前54年，她出生在一户平民的家中，她的父亲名叫王襄。老来得女的她，视王昭君为掌上明珠，兄嫂对她也宠爱有加。王昭君长大后，不仅样貌出众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汉元帝刘氏即位后，在各郡遍选秀女，王昭君就成为了南郡的首选。公元前38年，16岁的她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掖庭，成为了一名宫女。据说王昭君入宫之后，由于不肯贿赂宫廷的画师毛延寿，于是毛延寿就给她的画作上点了一颗痣。因此进宫多年的她一直没有得到皇帝的临幸。直到她和另外4名宫女被选上，要赐给呼韩邪单于，她的命运也就悄然间发生了改变。在送别仪式上，刘氏也才第一次见到了王昭君。他不禁被王昭君的美貌所折服，看着这个一直深藏于后宫的美人，刘氏后悔不已。和她交谈之后，更觉得她才智过人，整个后宫都无人能及。可此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
天子不能失信于人，只能让呼韩邪单于带着他们前往遥远的匈奴。送走王昭君，汉元帝便回来翻看美人的画册，发现原来是毛延寿多画了一颗痣，掩盖了王昭君的美貌。于是汉元帝大怒，下令处死了毛延寿。王昭君则告别故土，跟着呼韩邪登城北去。相传他看着一路上的黄沙滚滚，听着马嘶雁鸣的哀乐，让他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。于是他便弹起了琵琶乐。美艳动人的女子凄婉悦耳的琴声，使南飞的大雁都忘记了摆动翅膀，纷纷地跌落于平沙之上。此后，落雁便成为了王昭君的雅称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北上，来到了匈奴。回到王庭后，开心的呼韩邪便给汉元帝送来了书信，建议汉朝将北方边境上的驻军全都撤走，让士兵们安心的回家种田，守卫边境的重任就交给他吧。匈奴将世世代代为汉朝守好边疆。汉元帝和大臣们商议后，拒绝了单于的好意。之后，泰人去肯定了呼韩邪单于的忠心，并且解释说，汉朝之所以在边防驻军，并不是为了防范匈奴，而是为了防范中原的流民。呼韩邪也不再坚持。之后，他将王昭君封为宁胡胭脂，王昭君则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伊图治牙师。长大后被封为右日逐王。3年后，呼韩邪去世，他的长子傅珠类继承了单于，即若氐单于。此时，王昭君向朝廷上书，请求归汉，可汉元帝却回复他，要遵从匈奴的习俗。按照匈奴的习俗，新任的单于可以继承老单于的一切，包括女人。于是，王昭君便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若氐单于。两人又生下了2个女儿，分别是须卜居嗣和当虞居嗣。若氐单于即位后，沿袭他父亲的遗志，积极地改善与汉朝的关系，开放边塞上的汉匈贸易，首次以和平的方式取代了匈奴沿袭了100年的野蛮掠夺。此外，他与乌孙、大渊、康居、大月支等西域诸国也友好地相处着。11年后，还不到40岁的若氐单于也去世了，由其弟弟且弥须继位，即搜邪若氐单于。1年后，王昭君病逝于匈奴，终年33岁。他被安葬于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的大黑河畔。昭君墓也被称为青冢，相传每到秋凉之际，塞外的青草都已枯竭，唯有昭君墓周围草色青青。当然，在山西和河南等地也发现了昭君墓，但这已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在大青山的脚下，这个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美人的命运，而是一种象征，一个民族交融与团结的象征。因为他的出塞，使汉匈之间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再无战事。就这样，他如烟花一般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，可昭君出塞的故事却一直被流传了下来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